大家好啊，我是丽姐，欢迎来我这婚介所听相亲故事。咱这故事可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。要是您觉得有意思，就给丽姐点个赞；要是觉得特别精彩，打赏请丽姐喝杯茶，那丽姐就更高兴了。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，真的是把我这个干了10几年红娘的人气得够呛。现在的年轻人相亲都知道的你情我愿，互相尊重，对吧？可我最近碰到的这位女客户，那做法真是让我大跌眼镜。这位女士今年38岁，在广州一家大企业当高管，月薪5万多呢，长得也漂亮，打扮起来那气质，走在街上回头率肯定不低。可就是有个毛病，太爱，说实话，用现在年轻人的词儿形容，就是毒舌的厉害。她刚来婚介所的时候，我按流程问她择偶标准，她一张嘴我就愣住了。她说：“丽姐，就我这条件，找男人肯定得比我强啊。第一，年龄必须40岁以下，收入至少得比我高30%。你想啊，我都月薪5万多了，那他起码得7万往上吧。第二，身高必须180以上，这走出去才般配嘛。长相也不能太着急，不然带出去我面子上不好看。第三，得是名校毕业，最好是海归，有海外留学的经历，那见识和谈吐肯定不一样。第四，得有房有车，最好是市中心的大平层，出行方便，住着也舒服。”我一听心里就犯嘀咕，这条件可不低呀，但既然收了人家服务费，就得尽心尽力帮他办事。于是我就开始在我们那一堆资源里使劲筛选，眼睛都看花了，终于给他找到了第一位男士。这位男士是985毕业的投资经理，刚好40岁，身高182，年薪100万，在天河区还有套200平的大平层。这条件跟他要求的比起来，那是只高不低呀。我满心欢喜的安排他俩见面，还提前跟那男士说，这姑娘条件好，就是说话可能直了点，让他多担待。结果第一次见面，这位女士就开启了毒舌模式。人家男士刚坐下，他上下打量一眼，就来了句：“哎呀，照片里看着挺年轻，真人咋这么显老啊？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？”这话一出口，多让人不舒服啊！男士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但还是很有礼貌地笑了笑。可他还没完，接着又说：“投资经理啊，现在这行情可不太好，你们公司没裁员吧？收入稳定不？”男士心里估计烦死了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回答：“目前公司运营还不错，收入也比较稳定。”谁知道这位女士又不依不饶，瞥了一眼男士的西装，说：“我看你这西装是 XX 牌子的吧？我们公司实习生也爱穿这个，平价大众款吗？”这话一出来，那位男士脸刷的一下就绿了，估计心里在想，我这条件还配不上你这张嘴了。但因为给我面子，还是强忍着吃完了这顿饭。后来他私下跟我说：“丽姐，这位女士条件确实不错，但说话太伤人了，我接受不了。我找对象是想找个能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的，不是来找气受的。”得，第一位就这么黄了。我不甘心呀，又给他介绍了第二位男士。这位是个创业成功的企业家，身价上亿，事业做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，就是年龄稍微大了点，42岁。我想着人家事业这么成功，年龄大点也不是啥大问题，说不定两人还挺合拍呢。结果见面第一句，这位女士就说：“哎呀，创业是挺好的，不过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你们公司不会撑不住吧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投资人认识认识？”人家男士本来心情挺好的，被他这么一说，当场就火了，对回去说：“我的公司运营得很好，不需要你操心，倒是你都38岁了还这么挑剔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”这一下气氛直接降到了冰点，这次相亲也不欢而散。我还是没放弃，又给他找了第3位男士。这位是外企高管，年薪7位数，40岁，毕业于 Harvard， 那学历杠杠的。见面地点选在了5星级酒店的咖啡厅，环境优雅，氛围挺好。结果这位女士一上来就说：“哎呀，就请喝个咖啡啊，我以为 Harvard 毕业的会更大方一点呢。”您听听这话多噎人。男士估计也觉得特无语，这相亲相得跟交易似的。3次相亲下来，这3位男士无一例外都把他拉黑了。
最后一位男士临走前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：“丽姐，我觉得这位女士的问题不是出在年龄或者条件上，而是她的态度。这么刻薄的性格，谁受得了啊？就算她条件再好，也得懂得尊重人吧。”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把这位女士约出来，想跟她好好谈一谈。我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妹子啊，你条件这么好，为啥非要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别人呢？婚姻可不是买卖，不是说你列出一堆条件就能找到合适的人，这是两个人心与心的结合，是要相互扶持、相互欣赏的。你这样挑剔人家，说些难听的话，别说是找对象了，就连普通朋友都处不好啊。”没想到他听完立刻就急了，大声说：“丽姐，我这是实话实说啊，现在的男人都这么玻璃心吗？我就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，有什么错？再说了，我这条件，说话直一点，怎么了？”我看着他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妹子，你说的是实话，但不是真话。真话是发自内心的善意，是为了让关系更好，而不是去伤害别人。你说的这些话，不过是在用攻击性的语言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。你总觉得要找个条件特别好的才配得上你，但是感情不是这样衡量的啊！你看看这些男士，哪个不比你要求的还强？但是他们在乎的不是你的收入，不是你的学历，而是你怎么对待人。你老觉得别人配不上你，可是感情这东西真的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。”他听我说完，沉默了很久，低着头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小声说：“丽姐，我知道错了。其实我就是害怕被伤害，所以总想先发制人。这些年看着身边的朋友都结婚生子了，我却还是一个人，心里其实特别没有安全感。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别人不敢小瞧我。”这一刻，我终于看到了他脆弱的一面。我拍拍他的手说：“傻妹子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越是这样，越要学会温柔地对待别人。你要相信，真正适合你的人一定会欣赏你的优秀，包容你的缺点，但前提是你也要学会欣赏别人，包容别人啊。”从那以后，这位女士真的改变了很多。她重新开始相亲，态度变得特别好。每次见面，她都会真诚地和对方交流，不再是以前那种咄咄逼人的样子。前几天她还跟我说，她遇到了一个感觉很不错的男士，俩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温馨的书店。女士到的时候，男士已经提前到了，还精心为她准备了一束鲜花。女士接过鲜花，笑着说：“哇，这花好漂亮，谢谢你，你真细心。”男士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：“我想着第一次见面送束花能让你开心点。”坐下后，他们开始聊起各自喜欢的书籍。女士说她最近看了一本关于职场女性成长的书，觉得特别有启发。男士眼睛一亮说：“我也看过那本书，我觉得里面关于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观点很新颖。”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聊得特别投机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相亲时的尴尬。分开的时候，女士主动跟男士说：“今天跟你聊天特别开心，希望我们还有下次见面的机会。”男士连忙点头说：“我也觉得很开心，一定有下次。”后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升温。有一次，男士约女士去看一场户外音乐会。那天天气有点凉，男士怕女士冷，特意带了一件外套。音乐会过程中，女士不小心打了个喷嚏，男士赶紧把外套给她披上，轻声问：“是不是冷了？”女士心里暖暖的，看着男士说：“有你在，我就不冷了。”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男士邀请女士去见他的朋友们。在聚会上，男士对女士照顾有加，还时不时向朋友们夸赞女士的优点。女士也很有礼貌，和男士的朋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回家的路上，女士对男士说：“今天见到你的朋友们，感觉他们都特别好，而且看得出来你在他们心中很重要。”男士笑着说：“因为他们都是我很重要的朋友啊，我也想让他们认识这么优秀的你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。男士开始考虑向女士求婚，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求婚仪式，选在女士最喜欢的海边。他提前在沙滩上布置了很多彩灯和鲜花，还在中间用玫瑰花瓣拼成了一个大大的爱心。当女士被带到海边时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男士手捧着鲜花和戒指，
单膝跪地，深情地对女士说：“亲爱的，从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就知道你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。你温柔、善良、优秀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很开心。你愿意嫁给我，和我一起走过未来的每一天吗？”女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愿意。”看着他们这么幸福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回想起女士之前的相亲经历，真的是感慨万千。其实啊，在婚恋市场上，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，但条件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。一个人的品性和态度，往往在感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就像这位女士，她之前因为害怕受伤，用毒舌来武装自己，结果错过了很多可能的缘分。但当她放下防备，学会用善意和温柔去对待别人时，爱情就悄然而至了。所以啊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在相亲和恋爱的过程中，都要真诚待人，用善意的眼光看待对方，用温柔的方式表达自己，只有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爱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如果大家觉得有启发，别忘了给丽姐点赞关注。要是觉得故事精彩，也可以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再给大家讲个事儿啊，前段时间有个小伙子找到我，这小伙子是个摄影师，特别热爱摄影，拍的照片那叫一个好看。他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我就想找个能懂我、支持我摄影梦想的姑娘。”我就问他：“那你对姑娘还有啥别的要求不？”他说：“没啥特别要求，性格好，能跟我聊得来就行。”我一听，这不简单吗？我就开始在我的资源里找，还真找到一个姑娘。这姑娘是个插画师，也特别有艺术细胞。我就安排他俩见面，见面地点选在了一个艺术展览中心，想着这环境他俩肯定喜欢。见面那天，小伙子早早的就到了，还带了自己精心挑选的一本摄影作品集。姑娘来的时候，穿着一条漂亮的碎花裙，手里拿着一幅自己画的小插画。小伙子看到姑娘，眼睛都亮了，说：“你好呀，你本人比照片还漂亮呢。”姑娘有点害羞的笑了笑，说：“你也很帅气啊，这是你带的摄影作品集吗？我能看看不？”小伙子连忙把作品集递给姑娘，姑娘一边看一边赞叹：“哇，你拍的照片好有感觉啊，这张风景照色彩和构图都好棒。”小伙子听了特别开心，说：“谢谢你的欣赏。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可是等了好几个小时，就为了捕捉那一瞬间的光线。”然后姑娘也把自己的插画拿给小伙子看，说：“这是我画的是我想象中的一个童话世界。”小伙子看着插画说：“画得太可爱了，感觉充满了想象力，我都能想象出这个童话世界里的故事了。”两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，围绕着艺术聊了起来，从摄影技巧到插画风格，从艺术灵感的来源到未来的创作计划，聊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。展览结束了，他们都还舍不得分开，又一起去附近的咖啡店坐了会儿。后来啊，他俩就开始频繁约会。有时候小伙子去外地拍照，也会给姑娘带当地的特色小礼物，还会跟姑娘分享他在拍摄过程中的趣事。姑娘呢，也会在小伙子遇到创作瓶颈的时候，给他一些独特的想法和建议。有一次，小伙子参加一个摄影比赛，他特别紧张，担心自己拍得不够好，姑娘就一直鼓励他，说：“你拍的照片那么有感染力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就算没得奖，在我心里，你也是最棒的摄影师。”结果，小伙子真的在比赛中获得了不错的名次，他特别激动，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姑娘，还说：“要不是你一直支持我，我都没这么大信心。”慢慢的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小伙子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就想向姑娘求婚。他想了个特别浪漫的方式，他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，把自己为姑娘拍的照片和姑娘的插画作品精心布置了一番，做成了一个小型的艺术展。在一个晚上，他带着姑娘来到这个工厂，当姑娘走进这个充满他们回忆的艺术展时，感动得不行。小伙子走到姑娘面前，拿出戒指，说：“亲爱的，从我们在艺术展览中心见面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你的支持和理解，让我在摄影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。
你愿意嫁给我，和我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吗？”姑娘含着泪点头说：“我愿意。”你看，这就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，相互理解和支持而走到一起的一对。在相亲和恋爱中找到那个能和自己灵魂共鸣的人真的很重要。所以大家在找对象的时候，不要只看外在条件，多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，说不定就能找到那个特别合拍的人呢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要是大家还想听更多有趣的相亲故事，记得关注丽姐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要是觉得丽姐讲的不错，也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哦。